心理学家利奥波德·贝拉克曾说，面孔是一个人内心情感和生活经历的永久习惯记录，它就像一张地图，能反映出人的气质和性情。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平白长成一副好形象。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，我们常常被外在的华丽所吸引，却忽略了内在的修养。一个人的外表不仅仅是天生的，更是后天修炼的结果。在这个看脸的时代，我们追求的不仅仅是表面的光鲜亮丽，更是一种由内而外散发的魅力。然而，真正的美丽并非一蹴而就，它需要我们在生活中不断的修炼和进化。要知道，所有漂亮面容的背后，都离不开自己干净的磁场。在相学里有一句话，上等的长相不是看五官，而是看神韵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在人群中总有一些人总是特别引人注目，他们并不一定有着倾国倾城之貌，却散发着一种独特的磁场，让人无法移开视线。这些磁场特别干净的人，就如同璀璨的明珠，无论在何处都能闪耀全场。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，每个人身上都是有磁场的。人的磁场是一种看不见、摸不着，但真实存在的能量场。它是人体周围左右的能量，包括身体内外的能量。这种能量场是由人的思想、言行、呼吸、情绪等因素产生的。每一个人的磁场都有一种释放和吸收的功能，既可以影响周围的人和环境，同时也会受到周围人和环境的影响。就如同万有引力一样，我们每个人身上的这种磁场无时无刻不在影响每个人的人生。人的磁场有3个核心：人的环境、人的性格、人的志向。老祖宗的智慧告诉我们，静能修身，静能生慧，静能明志。这3种智慧分别对应人体磁场的3个核心，这些都是构建强大磁场的关键。我们先来看看人的环境。静能修身，环境能够直接影响一个人的磁场。比如，一个干净整洁的环境会让人心生愉悦、轻松、快乐，而一个邋遢、脏乱差的环境则会让人产生紧张、焦灼、烦躁、不安的情绪。这些都是环境直接带给人的第一感受。我们人长期处在这2种不同的环境中，自然会塑造出不同的磁场。一种是有秩序的、干净的磁场，另一种就是混乱、污浊的磁场。而有着相同磁场的人，比如爱干净的人，就是怎么也见不惯那些邋遢之人。如果强行把这2种人放在一起，磁场就会从稳定状态开始产生混乱，导致2者之间会产生对抗、矛盾。时间一长，磁场强的那一方就会影响弱的一方的磁场。要么爱干净之人把邋遢之人的习惯改过来，都变成爱干净之人；
要么邋遢之人把爱干净之人同化，变成和他一样的邋遢之人。而我们都知道，一个习惯把自己周边的环境都变得乱糟糟的人，在现实生活中一般都是头脑很混乱、不清晰之人，做事不够严谨、不理智、易冲动之人。他周边的环境只是他内心的一种映射而已。所以，如果我们想要净化自己的磁场，可以先从自己的居家环境以及工作环境做起，比如常收拾、整理家居环境，把自己的工作位条理分类等等，从自己身边的环境开始净化自己的磁场。而人的磁场的核心二，人的性格静能生慧。儒家、佛家常说，静能生慧，是指在平静安逸之中增长智慧。一个蒙昧之人，终日吵吵嚷嚷，是安静不下来的，自然也就不能增长智慧。你们身边有没有常见这种人？张口闭口都是别人的问题，眼睛只看得到别人的缺点，却看不见自己的，终日东家长西家短地嚼别人的舌根，根本停不下来。这种人的内心已被偏见蒙蔽了心智，脑子里都被这些杂七杂八的糟心事给缠绕，他身边的磁场混乱不堪，常常容易陷入到乱七八杂的争吵中。这种人一定得远离，小心他混乱的磁场影响到你。而再看那些内心真正安定的人，所呈现出的磁场是祥和的、安定的、舒服的。你和这样的人接触，总能感受到如沐春风般的惬意。这种人所表现出的性格也一定是温和的，不急不躁，好相处的。真正的大智慧的产生，都是在极度清净心、极静的状态下生发的。那些得道高僧终日打坐、禅定，都是在追求心中的那份极静。我们也可以修炼自己的清净心来净化自己身边的磁场，比如打坐、冥想、唱诵等等。三、人的磁场的核心三，人的志向尽能明智。一个立志高远的人，一定拥有一颗积极进取之心。我们常常在电视上能看见一些名人访谈，每一个杰出的人物都有一个共同特点：勇于进取，敢于拼搏，永不放弃。这说明进取之心能够给人带来积极向上的能量。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能量场都是往上走的趋势，都不喜欢向下越来越差的感觉。所以，拥有进取拼搏的精神，可以使我们的志向逐渐显露出来，并最终实现它。我们应该多和身边这样的人相处，让他拼搏向上的心感染你，促使你也跟着行动起来。我们都知道，跟能量磁场比较纯净的人、环境、事物在一起的时候，你的磁场和心灵就能得到净化和安抚。那一个磁场纯净的人是什么样的呢？我跟大家形容一下，磁场干净的人给人最大的感觉是舒服。第一，就是
眼神非常的清澈，能够让人一下子就能看见他心里面的感觉。那如果一个人年纪轻轻，他就眼神呆滞、浑浊昏黄的人，通常就是磁场很乱的人。第二是要沉稳温和，当他面对突发事件的时候，不慌乱，不焦躁，而可以冷静沉着地去应对一切事情。这个人磁场纯净了，内心能量就强了。第三是心和口都善良，你和他相处的时候能够感受到极大的慈悲心，而且他对人也很有同理心。你是这样的人吗？所以与磁场干净的人交往，的确会提升自己的磁场能量。磁场干净的人，只要有他在，便使人如沐春风，叫人不由自主心生愉悦。在他们身上常会发现一些有趣的事，也同样代表了一个人的磁场很干净。看看你占几种。一，小动物喜欢围着你转。你是否曾经走在街上，突然发现一只猫或狗绕着你转，用好奇的眼神看着你，想要亲近你，或是到朋友家毛孩就一直黏着你。这样的情况可能就是因为你身上有干净的能量。能量是所有生命的基础，包括人类和动物。当你的能量场与小动物相遇时，你的能量会传达给他们，而他们也会感知到你的能量。小动物是非常敏感的，如果你的能量场是平和、稳定、正向的，小动物就会对你产生好奇心和亲近感，因此会围绕着你转。相反，如果你的能量是负面的，他们就会感到不安并远离你。二，小朋友莫名盯着你看，很喜欢对着你笑。如果你发现一个小孩对你盯着看，甚至对你微笑，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，不知道为何如此，最后就会归结于自己长得帅或美。事实上，这是因为你身上散发出的能量让小孩感到非常舒适和自在。因为孩子的眼睛天生就有洞察力，看东西的方式和我们不一样，没有世俗的眼光，不会受到你的外在妆容、穿衣打扮的影响。孩子喜欢你，多半是因为你自身能量磁场很干净，很正气。小孩子和动物一样，天生就比较敏锐，他们心灵纯净，更能感知到能量的流动。当他们与一个人相遇时，他们能够感受到对方身上的能量。如果你身上的能量是正面平静的，那么小孩会不自主对你有好感，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对着你笑。相反，如果你身上的能量是负面的、紧绷的，那么小孩就会感到不安，甚至可能会哭泣。三，陌生人喜欢跟你说话。当你在公共场所走动时，是否经常会有陌生人向你问路、询问时间，甚至是和你聊天？这可能是因为你身上散发出的能量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。当你身上的能量场是豁达、热情和积极时，你会让人感到轻松、舒服和值得信任。
这样就更容易与人建立联系，哪怕他根本不认识你，也会不由自主地喜欢你，想要和你攀谈，一看到你就很开心，想要亲近你。4. 你特别喜欢亲近大自然，并常与之作伴，不喜和人纠缠，喜欢自己逛公园、海边、森林、草原等地方，更爱刺弄花花草草等等这种健康的方式来滋养自己的能量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喜好，有些人喜欢城市的繁华，有些人喜欢海边或山林的宁静。如果你喜欢亲近大自然，这可能是因为你与自然之间的能量交流特别顺畅。大自然是一个充满能量的场所，它拥有一种魔力，可以让人感到平静、放松。大自然有许多元素可以让我们感受到能量，例如阳光、风、水、土地等，都是能量的载体。当我们与这些元素接触时，我们的身体会受到自然的能量治疗，这有助于减少压力，放松身心，提高能量水平。5. 遵循极简的生活模式，从衣着、居家环境都可以看出，不会把所有大的 logo 叠加在自己身上，即使很普通的纯色的、干净的服装，也被他穿得很显气质，不太在意外在浮华的人事物，更多的是注重内在修养，有意识地培养自己高级的兴趣爱好来陶冶情操，像阅读、运动、独自旅行等，都是他们开阔眼界、提升认知最佳的方式。如果你比较敏感，内心比较纯净的话，就能感受到什么是浊气的力量。有的人长得很黑，但是非常可爱；有的人长得很白，但你往他旁边一站，就会感觉到他身上散发出一种浊气，这就是我们说的业力。有的人穿得可干净了，可是我们就觉得这个人很脏，而有的人穿的衣服还带着泥巴，我们却觉得这个人很清爽。这就是一种磁场，一个人的磁场是灵魂散发出来的力量。我们看到那个磁场是什么？气场、魅力。看你穿的衣服好有魅力，你这个状态好有魅力，你的气质好有魅力。其实真正的魅力来自于他的灵魂，可能这份魅力只要呈现，所有的障碍都会变成一马平川，所有的烦恼都会变成美景无限。我们看这个人，这个人是什么？我们是谁？其实只是一个载体而已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信息体，是由各种各样的信息组成的，这些信息一直在变化，我们所呈现的也都是一些信息，我们每天每时每刻都在重组，这信息一直在重组的时候，那个我就在变化着，各种各样的变化。那哪个是我的？那个信息体是我吗？那信息体也不是，那份本来的，那份原有的，那份知道我是信息体的那个知道才是真正的我。这些信息是什么呀？信息也是为我用的工具，我们就使用这些工具，
每一秒、每一刻、每一时都可以让自己重生，让自己新生。上一秒和下一秒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我，信息在变化。有一个东西知道，它知道所有的信息在变化。上一刻的我和这一刻的我，昨天的我和现在的我不一样，那份知道它便是永恒。中国怎么样去诠释它的？法华经里面说，你如是思维，则有如是影像显现，如是因，如是缘，如是果，如是本末究竟。这些都是讲磁场的一个前因后果。所以说，一个慈善的人，他走在那儿，那个和煦的能量它就出来了。一个嗔恨的人坐在那儿，你都可以感知他内心的嗔恨。这就是一种磁场。一朵兰花放在那儿，你就感觉到像谦谦君子一样的磁场。一坨狗屎堆在那儿，你感受到什么样的能量场呢？所以说，万事万物都有它相应的能量场。我们要学会去甄别能量，特别要学会甄别我们内心的能量。你到底是散发着一种善的能量呢，还是在散发着一种恶的能量呢？到底是在散发着一种成就众生的一种慈悲和智慧呢，还是心心念念都在想着怎么收拾别人？这也是一种能量。所以说，你内心的起心动念，它都是一种磁场。在我们的修行过程当中，那就是转恶为善，转烦恼也为菩提。要把这个转念，为什么要转呢？其实就是转变磁场。恶念对自己不好，对别人也不好。你比如说，你有个恶念，你想伤害别人，还没有伤害别人，这种恶法在自己内心里面存在的时候，那就是对自我的伤害。还没有伤害到别人的时候，你首先伤害到自己了，把自己和那些恶法的能量连接在一起了，然后又有这种恶的心念，想尽千方百计去伤害别人的时候，你看你伤害别人，别人的反馈是啥？那也是恶的回报。所以说，你对世界上付出了什么，世界就会回报你什么。由于你心念的一种恶挥发到行为上去了，伤害别人，别人受到这种恶，别人又反馈你一种恶，你看这种恶是不是恶性应的一种循环递增呢？这种循环递增实际上就是在传播恶的磁场，传播恶的能量，增加恶的磁场。人人都做的你伤害我，我伤害你的时候，这种恶的磁场基本上就弥漫整个世界。相反，就像一首歌说，假如世间上人人都具备爱，那种爱的能量场就被传播了，所有的众生都在爱的能量场当中，那就像阳光一样多舒服。所以这种能量场，自己要善于体会自己的心念，也要善于体会别人的能量。与万事万物相处的时候，我们尽量来感知一下诸佛的能量，那些一切物的能量。我跟一朵兰花相处，我可以感受兰花的能量，多欣赏兰花，多和兰花待在一起，兰花的能量就慢慢耳濡目染，
变成我们跟兰花一样的气质。兰花是花中君子，我们也变成了人中君子。一泡茶好喝吗？好喝，我们多喝茶。茶的能量也可以转变成自己的能量。一朵鲜花让你舒服吧，多和它待一待，欣赏一下，赞叹一下，多维护它一下。这朵花带给你的能量场呢，也让你的身心也具备很美的能量。相反的，你在那恶劣的环境当中，是不是能唤醒你恶劣的能量场呢？所以多体验这些因果，远离那些让我们生气、让我们烦恼、让我们起恶念的那些能量，要多亲近那些让我们能够升起智慧、能够放下、能够非常慈悲的那些能量，让我们绽放非常美好的能量。这就是要甄别能量场，还要看到我们自己心念、行为、语言究竟在制造一种什么能量场。良言一句三冬暖，那语言有没有能量呢？它也有。恶口伤人6月寒，说一句不中听的话，伤别人心的话，它有没有能量场呢？有，就是我们身口意三业，其实随时都在发生各种各样的能量。我们对自己身口意三业所产生的能量有一个如实认知，而且能够断恶修善，转变自己身体制造的这些不好的能量。我们对世间就是一种奉献，对于自己也是一种保护。在人生的学习和修养过程当中，它就是一种修行。现在你应该明白磁场的重要性了。那么，如何才能保持自身磁场干净呢？如果感觉自己的磁场被影响了，被污染了，又该如何来净化呢？首先要明白一个最基本的原理，磁场干扰是相互的。当两个磁场相遇时，更强烈的一方就会发生穿透、干扰，甚至覆盖，导致较弱的一方会被干扰、影响，最终表现出趋同一致。明白了这一点，我们就知道保持自身磁场干净的核心就是向内修，因为你无法去改变是身边每一个人身上的磁场能量，你只能不断地修好自己，把自己的磁场能量变得强大，从而抵抗外在的干扰，直到用自己干净的正能量磁场去影响他人，帮助他人。所谓磁场的本质，就是链接了高维能量，通过每日的禅定修行、诵读经典，打开自己的心量，与佛菩萨的能量链接，通过融入大自然，感受高天、大地，感受来自天地宇宙的自然力，通过接触有慈悲心、纯真善良的人，亲近让自己感受舒适的、喜欢的人，链接那种人背后的慈善力，以真诚的、强烈的希望别人发财、健康、幸福、美好的祝福会回转到你自己身上。多和能力强、运气好，特别是家庭幸福的人接触，最好能成为朋友，自己真的会转运。
我们的能量和磁场也会受到身边最近的人影响。3. 不要把穷、没钱常挂在嘴边，切记，钱找人容易，人找钱难。语言的力量很强大，少说丧气的话。4. 多晒太阳，抱抱大树，光脚踩泥土，抬头看天，感受大自然的能量。当然，如果可能，到山区、平原、水库边、海边等住上几天，可以适时光着脚，赤脚踩沙滩、草地，如此能去掉烦恼，好运多多。这是提升能量很简单的方法，务必要尝试。5. 想做的事，对任何人都不要说，大财永远都是闷声获得的。我们要悄悄努力，然后惊艳所有人。我们要闷声发大财，说出来反而容易招小人。6. 行善积德，帮助别人的同时，自己的内心也会得到丰盈，转变自己的磁场。日行一善，多说正面的话，这些都算。7. 花钱能完成的问题，不求人，汗水能办成的事情，不用泪水，好好挣钱。该付出的时候不要偷懒，不要拖，也不要懒。8. 养好体质，一个人身体好，精神足，运气自然会越来越好。健康有多重要，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。没有健康的身体，其他的都会失去意义。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要多做旺自己的事，少做损害自己福报的事，更不要过多地去沾染别人的因果。管好自己的事，多说积极的话，多交高能量的朋友，我们的福报自然就来了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回复一句养好磁场。当你变得越来越好时，一切美好也就会如约而至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。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